80岁的老爷子刚中了6000万欧元的头奖，喜从天降的一刻，他却猛然窒息倒地。在弥留之际，他拼尽力气按下了急救按钮，可护工赶来后，最先映入眼帘的却是他紧握的那张彩票。天降巨款，试问谁能不为之心动？年轻的凯特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，哪怕只分一半，3000万都足够他脱离苦海。可他没料到的是，梅姨竟然不愿同流合污，他认准死理，钱不是自己的就不该碰。就在两人剑拔弩张之时，丽莎恰好出现，她眼神一亮，直接表态自己也要分一份。凯特只想塞点钱打发他走人，但丽莎可不是什么软柿子，要么3人平分，要么大家就都别要。可还没等他们争出结果，门却又被推开了。这次是院长和男护工尼克闻讯赶来，梅姨原以为这下总算有人主持公道了，他立刻把彩票交给院长，打算说明原委。可院长看到数字后，竟只是默默数了数人数。60 par 5, ça fait 12 millions chacun。梅姨一脸茫然地僵在了原地，目光扫过众人贪婪的神色，她仍咬紧牙关，坚持原则。可众人心知肚明，只要有一个人不答应，这钱谁也别想拿走一分。凯特和尼克立刻换上哀求的面孔，哭着说那位老人最后几年都是他们照料的，而老人的子女一次都没有露面过。对于这笔钱，他们才是最有资格继承的人。眼见众人轮番软硬兼施，梅姨的防线最终还是被击溃了。梅姨满脸茫然地跟着同事们一起去领奖，虽然分到的只是区1200万，可别忘了，那可是欧元，不是卢布。她终于摆脱了早年的清贫日子，甚至拾回了少女时代的梦想，开始了环游世界的潇洒旅程。然而1年后，她家里却突然寄来一张讣告，当初参与分钱的院长意外身亡，而死状说来简直骇人听闻。他在海上度假时，被一艘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快艇撞得血肉模糊。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，肇事者竟然叫亨利，跟当初中彩票去世的那位老人重名重姓。丽莎顿觉这笔钱有古怪，觉得当初一起瓜分彩票的几人都被诅咒了。梅姨却反过来安慰他，别胡思乱想，世上同名的人数不胜数。可没想到丽莎突然扯下自己的头发，原来她早已确诊癌症晚期，现场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。丽莎提出干脆把奖金全捐出去，可没成想第一个反对的人竟是梅姨。梅姨告诉她，人生本就有生老病死，但有钱就能有更好的治疗选择。这笔奖金并不是灾祸，而是老天爷额外的眷顾。丽莎听完梅姨的话后，也重新燃起了希望。她坚信只要有钱就能扛住病魔。可没熬过3天，大家就收到了丽莎死于癌症的消息。而更蹊跷的是，丽莎去的那家医院门前正好有条叫亨利大道的街，一回或许还能说是巧了，可再来一次，谁还敢当成偶然？男护工尼克被吓得魂不守舍，一心只想着赶紧去警局坦白自首，说要把那笔钱还给老亨利的后代。而梅姨急得直拦他，当初最反对分这笔钱的就是他自己，可一旦尝过富人的日子，就再也不想回头受穷了。见尼克铁了心要去，梅姨火冒三丈，直接甩了他一巴掌。可谁知道尼克身体这么弱，一头摔下楼梯，脑袋撞得不轻。眼看他命不久矣，梅姨的心头却闪过一丝轻松。这样一来，至少不会有人去举报了。但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尼克倒下的旁边正停着一辆快餐车，车身上赫然写着亨利餐厅4个字。这个名字虽然听起来很普通，却总在这些命案里反复出现。凯特当场吓得面色煞白，而梅姨却突然跪倒在他面前，就像当初别人跪求他时那样。他不想去坐牢，所以希望凯特这次能拉他一把，把尸体藏好，再一起去把奖金处理掉。凯特虽然内心抗拒，但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。俩人一前一后将遗体搬进车里，朝着悬崖边驶去，打算伪装成车祸现场。可就在准备操作时，梅姨却假装自己够不着油门，让凯特上车帮忙，然后悄悄从外面锁住了车门。自从良知第一次崩塌，他就彻底没有了底线。既然自己的手上已经沾上了人命，那么再多一条也无所谓了。随着一声巨响从山底传来，梅姨长长的舒了口气，她才不信什么诅咒那一套，有了钱再大的事也能摆平。可正当她启动引擎准备离开，车里却掉出了一颗松动的螺丝，看来占了不该得的便宜，终究是要还回去的。